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亨古佑文。2026春夏的巴黎时装周上 ，Pierpaolo Piccioli 的 Balenciaga 首秀，绝对是时尚爱好者关注的焦点。今天这个影片要用4个面向分析这场众所瞩目的话题系列。如果你也喜欢时尚品牌相关的新闻与分析，欢迎现在就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Balenciaga 这几年真是风波不断，在Demna掌舵的9年期间内，品牌以解构奢华加上街头叛逆的风格，成为时尚圈极具争议且深受年轻群众喜爱的品牌。但同时，有人觉得它离高级时装越来越远，并且品牌一度也爆发过儿少相关的广告丑闻，也让不少时尚界人士联合抵制。更致命的是，同属开源集团的 Gucci 因为业绩近年暴跌，决定由 Demna 接任 Gucci 的创意总监，而 Balenciaga 则由曾任 Valentino 创意总监的 Pierpaolo Piccioli 接任。消息一出，引起时尚界一阵讨论。毕竟 Balenciaga 在 Demna 领军下，已经成为高端前卫街头品牌的代名词。与擅长浪漫诗意风格的 Piccioli 两者似乎截然不同，因此这场 Piccioli 接手后的首秀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当晚秀场的气氛几乎像是场仪式， Balenciaga 把总部内部改造成一个静谧的空间，没有夸张的舞台以及高分贝的音乐，取而代之的是干净的灯光、悠扬而深情的配乐，像是种回归服装本身的决心。在场的嘉宾阵容也很具话题性，除了知名影星安海瑟薇以及法国影后伊莎贝·雨培，连争议女王梅根·马克尔也出席观秀，成为了媒体的焦点。不论是否会失焦，但是今晚 Balenciaga 的关注热度再次被推到最高峰。Balenciaga 的原始创作精神来自创办人西班牙设计师 Cristobal Balenciaga 对于服装结构与量体感的掌握。50年代，他以精湛创新的剪裁技术，让服装展现像是建筑般的立体效果。所以，每位新的总监上任最难的考题，永远是如何用现代的设计语汇，让品牌经典轮廓重获新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以3个面向分析 Piccioli 的首季作品。首先是经典轮廓的现代化。这场秀的核心轮廓有3个关键字：简型、带状与气泡感。这3个轮廓都是 Balenciaga 的知名符号，像是建筑与空间的关系。服装不强调贴合身体的原始线条，而是像身体上的建筑般，创造全新的外观线条。而50年代 Balenciaga 的线条是严谨完美，接近几何学的刚性结构，但是 Piccioli 把这种刚性的线条用他擅长的诗意风格重新转化之后，改用丝质与羽毛等多种轻盈的材料，让服装在走动间自然的律动，让建筑般体积与分量感的服装变得更飘逸与有生命力，多了自然的垂坠线条与轻盈感。短板与直筒的结构也解放了腰线，用层叠与布料创造了形状。服装像是穿在身体上的软性建筑，将 Balenciaga 的经典建筑般的轮廓转化为更适合当代的服装语汇。再来是材质的创新与应用 ，Piccioli 把经典的挺纱布料重新开发成现代的版本。这也是本次品牌强调的，开发了一种新的挺纱材料，而这个材质是用乌干纱和支撑纤维层叠制成，保留了原先挺纱布料的挺度，同时呢也更轻、更具飘逸感。而这种新的材质被 Vogue Business 与 Harper's Bazaar 称赞是本季最具象征性的技术突破。除此之外，大面积使用的羽毛材质也让服装在行走时会微微起伏与闪烁，像是服装和空气在对话。Balenciaga 的服装一向讲究结构与空间，而新挺纱材质的使用让建筑般的服装多了份轻盈感，也增加了服装的舒适性。Piccioli 的首秀没有完全放弃 Balenciaga 的黑白色调，但他在其中穿插了粉肤、卡其、芥末黄、藕紫与橘红，
还有巧克力色以及水洗牛仔色调也陆续的出现，甚至还有亮橙色的手提包，以及棒针编织的斑斓提花洋装，再加上金色的饰品点缀，甚至在末段加入了一件宝石绿的花苞长蓬裙作为高潮。The Impression 在评论中说道，那套绿色造型既是亮点，也是个风险，因为它强烈到几乎中断了整体的调性，但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 Piccioli 想让色彩多样性成为本季的重点之一。这些色调让本来冷峻气质的系列作品多了一份柔软与温度，这是一种在刚毅之中带着情感的新风貌，让服装不再是权力的象征，而是情感的延伸。在设计风格层面 ，Piccioli 也一定程度延续了 Demna 的风格，它保留了一些街头感的元素，例如夸张的肩线、oversize 的外套、半透明的上衣等等。但这些元素被柔化后重新对话，你可以说它让 Balenciaga 的硬派气质与 Valentino 的诗性血缘融合，让品牌的设计语汇更加全面以及平衡。整体来说，这场秀是建筑结构的柔软化，它没有否定或是沉溺于品牌的历史，而是用一种有节制的现代感，让 Balenciaga 先生的经典冷峻结构，在2025年的今天加入了更多人性的情感以及温度。整体来说，这场秀得到的媒体评价偏向正面， Vogue 形容它是没有噱头的美丽，强调 Piccioli 用服装的本身说话。WWD 直接用带状与气泡感当标题，肯定他把经典元素演绎为当代的服装。Elle 的时尚编辑则是说，这像是晚餐后来一片清新的薄荷，像是洗涤过去迎接新的气息。他也提到这季的设计具有高度的可购买性，代表他认为 Piccioli 这季的作品不只有艺术性，也有高度的市场价值。Vogue Business 在秀后第一时间写道，现场充满了爱，不少业界人士在看完后起立鼓掌，形容这是 Balenciaga 在混乱几年之后终于找回自我的时刻。而 W Magazine 也抱持同样的观点，称它是一场浪漫与理性共存的演出，但也不是所有的评论都全然乐观。The Impression 的专题则提醒，如果下一季仍然以致敬为主，没有新的语言延伸，这样安全的策略可能会被视为保守。Harper's Bazaar 同样也提到，有些造型的比例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而 The Cut 的评论员则是认为，当设计师只模仿风格而不掌握其精神时，作品就只剩下怀旧感。这句话其实是在暗示，所有接手老牌的设计师，尊重经典与品牌精神是必要的，但重点在于如何让传统再生，而不是仅停留在复刻过去。再来讲讲看社群媒体与网民的意见。在社群媒体上，你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有一派说，终于有设计师了，这才是高级时装。另一派则是怀念Demna时期那种戏剧张力，觉得现在有点太正常了。也有人留言，看起来很高级没错，但有点无聊。还有人说，终于能让我想买衣服，而不是只看梗了。而梅根出现在秀场，也让话题整个歪楼。她的全白造型成了媒体焦点，甚至有外媒报道，她在秀场中差点亲到设计师，瞬间从时尚新闻变成八卦版面。名人话题固然提高了曝光度，但也让部分时尚圈的人士觉得是不是重点大错了啊？不过这也反映出 Balenciaga 依然是那个最会引发话题的品牌之一。综合来说，国际时尚媒体大致同意，本季的作品是在平衡中进行软重启，而网络评论则是在终于重回高定精神与还我前卫的Demna风格之间争论不休。这样的矛盾其实也就是 Piccioli 接手后最现实的挑战。如果要我总结这场秀，我会说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浪漫，也是一场有策略的重启。
皮丘里非常清楚自己接手的是什么样的品牌，他没有急着革命，而是选择重建信任，让 Balenciaga 先从结构、比例、剪裁开始回到品牌的初心，再慢慢找出属于这个世代的新设计语言。而这些的优点也很明显，服装本身美得很干净，制作的工艺也非常精湛，材质的处理、比例、轮廓都经得起细看，整体散发一种有温度的结构感。这对经历过争议的 Balenciaga 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而这个以致敬经典为起手式的系列，显示皮丘里还在摸索如何让自己的美学真正与 Balenciaga 的硬派 DNA 融合。我个人认为，这季最可贵的是，在一个充满浮夸与噱头的现在，这样从品牌根源出发的设计，回到那个用结构说故事的美好时代，其实反而更具力量，值得称赞。在接下来的高定秀中，如果他能放大个人的设计语汇，例如用更具原创性的结构，或是加入自己独门研发的设计细节，那么 Balenciaga 将有机会迎接崭新的品牌时代。你喜欢这次回归经典的路线吗？还是偏爱前卫街头的电影风格呢？欢迎留言跟我讨论你的想法哦。如果你也喜欢时尚相关的新闻与分析，欢迎现在就按赞、订阅，还有热推我们的频道。结尾还有我们的其他影片连结。我是有汉酷古佑文，我们下个影片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